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昨天下午呢，接到一个姑娘电话，原本已经订婚的小两口呀，这男友突然提出来是坚决要分手。姑娘呢就哭着给我打电话呀，说让我去帮她挽留这个男友。这个两人是去年夏天认识的，男女双方呀都是26岁啊，都在事业单位里，也算是门当户对。私下里互相联系都不错。这今年过年呢，两人就见了父母，彼此也都有好感。5·1呢假期是订了婚，准备9月份结婚。订婚当天呢，男方也是给了订婚彩礼10万，另外呢给了姑娘3万块钱用来置办3金的。一切都很顺利，就等着结婚了。这1周之前男士的妈妈在家里看手机，无意之间呢看到了这个姑娘的朋友圈，里面就有一个视频是他儿子给这个女方下跪的视频。这个男士的妈妈看了之后就特别生气立马打电话问儿子，说这怎么回事。这儿子当时就说当时自己下跪是因为两人因为小事吵架了，这个女友很生气要求男士是下跪道歉，不然呢就分手。所以男士为了挽回感情呢才下跪磕头道歉。至于拍摄视频一事男士就表示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这条朋友圈，因为女友是背着自己发布出去的，并且是屏蔽了他。男士的妈妈就非常的生气要求男士立马跟女友分手，不管是否订婚，坚决不能在一起。小两口闹归闹，但是视频发布到网上，这就是另一码事儿。这当天晚上男士妈妈就打电话给这个姑娘说自己看到视频这个事情了。起初呢，姑娘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只是解释两个人就是开个玩笑而已。随着争议越来越激烈，这个女士就直接说自己发不出去怎么了，又没有少下1斤肉，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男士妈妈听完之后就坚决表示两人必须分手，就这样挂了电话。这个姑娘就特别委屈跟我联系说不就是一个破视频吗？有必要闹成这样吗？都已经订婚了还要去分手，心眼太小了吧。我接着呢就电话联系了男士和家长男士那边的回复就是坚决要分手，包括男士本人也觉得女方背着他发布这个下跪视频这个事儿做得太过分了，他自己就有点受不了。姑娘听完他们的回复之后是越来越生气，不停的打电话给这个男士，说如果不结婚的话，彩礼钱我1分不退。挂了电话之后呢，姑娘就开始跟我哭诉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他。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我就对这个姑娘说，姑娘，这段婚姻你是真的挽回不了了。他能给你下跪是因为他放下尊严去爱你，但是你却践踏他的尊严去炫耀他爱你。这段婚姻呢，你确实不配。如果你是我的女儿我会恨不得打你一顿，教育你做人没做好。如果男士是我儿子，我会打他一顿。一个大男人了，这么不争气，性格懦弱也就罢了，还眼瞎，是个人就想领回家。你是不是有揍？最近找我许愿的伙伴们是越来越多了，那许愿池里面的王八他都听不下去，都离家出走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征婚信息此条视频呢，无房无车身高不够的男士们得罪了请绕道而行，因为这条征婚呢跟你没关系。一位远在成都的姑娘跨越了半个中国 IP 找到了我。这个93年的本科学历，从事设计工作，身高不到160，身材有点丰满吧，外形呢不算男士很有眼缘的一类。他就给我发信息问了我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也是困扰他多年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嫁不出去。相亲呢有4-5年了，就是找不到。那他的择偶要求跟我一说完呢，我就明白了这哪里出了问题。经过他本人同意呢，我分享出来给大家念一下。这征婚信息如下：身高180以上，体重140到160斤，年龄在28到32岁之间，市区有房子，面积呢不低于100平，且没有贷款。如果有贷，必须婚前还清，父母健在，且不能超过60岁，双退休，就是两人都有退休男方必须为独生子，全日制本科学历，函授勿扰。市里工作有5险1金，有周末双休，薪资稳定在1万以上，一年收入不能低于15万，允许兼职。这个约会恋爱不能低于1年，开销男方承担。另外颜值这一块不要太难看，性格要活泼幽默，处理事情要有情商，等等等等。后面省略800字我念不下去了。作为红娘呢，我应该心地善良，有耐心。对待这样的要求一定要体现出我的爱心来。
毕竟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人家肯定是综合考虑过的，这自身条件呀，肯定他有过人之处的，起码小脑啊发达才能想那么多。所以啊，作为红娘一定要去理解和尊重。谁让我选择了这个行业呢？何况咱还是心理咨询师，所以更应该啊体贴入微。俗话说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乳腺增生啊，都是女人，凭什么让你？你看看你的条件一出来，那不就是天方夜谭吗？说你青蛙想吃天鹅肉，都是抬举青蛙了。整天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你看看全国下来能有几个人符合要求的？这王思聪年龄都超标了吧？忍一忍，忍一忍。姑娘呀，你这要求啊确实有点高了。这毕竟能符合这个要求的男士啊，人家对外形各方面他都是有要求的。他呢就反过来问我呀，我这要求高吗？现在男人车房收入这些不都是基本的吗？那其余条件我不就是要求个家庭条件之类的？我呢就反问这个姑娘，你为什么找到我呀？她说呀，我看你的粉丝呀是全国各地的都有，要是啊这个外地啊有优秀的男士啊，年薪几十万能帮我安排工作的，有车有房的，那我也可以考虑。本地的红娘给我介绍的都不是很好。哎呀，我就纳闷了，这个姑娘脑子里面装的是浆糊吗？怎么就想不开呢？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要找什么样的，而是什么样的能够接受你。这男人相亲啊，多数啊都是先看颜值和年龄的。那你不具备一定的优势，那我们就要放低要求。相亲啊不是童话故事，你可以遇到听话又多金的白马王子。你之所以嫁不出去，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了。找对象总是这么挑肥的拣瘦的，最后什么也捞不着，青春呢可能都没有了，后悔啊都来不及。一位女士呢今年42岁，离异8年多啊，带个10岁的儿子，和我说呢想找对象。她外形条件啊确实是不错，这会打扮呀也表现年轻。那自己是卖化妆品的，这疫情期间啊这个买卖不太好干，日子呢是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养儿子啊每年的花销呀至少也在3万多。他现在呢是赚不出来，就想找一个这个男人结婚啊，和他一起来分担压力。那我就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跟我说呀，自己想找一个大2岁啊，或者是小5岁的男士，工作要稳定，月薪不能低于1万，市里要有住房，最好是学区房。男士呢最好是未婚或者是离婚不带孩子。这最重要的一点啊，女士表示年龄大了，不会再生孩子。听到这儿呢，我就反问这个女士啊，你不生孩子又不允许男人带孩子，这男人和你结婚图什么呢？帮你养孩子吗？女士就说呀，我年龄大了呢，不能生孩子，我照顾自己的孩子我都忙不过来，如果男方再带孩子的话，那我岂不是要累死？结婚是让我幸福的，也不是让我来受罪的吧？那与其受罪，我为什么要结婚呢？这男人图什么呀？图我是女人呢？多少男人找不着对象，我带儿子说明我负责任，我儿子不是也得喊他一声爹吗？听完这些话呀，我是直接被这样的三观刷懵了。我就问他，那你结婚要彩礼吗？他说彩礼啊是结婚必须要给的，而且3金也不能少。听完呢，我就忍了忍啊，耐心的跟他说，如果你这样的择偶要求的话，那就只能找退休的男人，这孩子呢都可以独立生活了，也没有负担了，可以和你一起啊照顾家庭。我还没等说完呢，这女士就直接怼过来，说我故意讽刺她。她自己做化妆品生意的，会打扮，虽然40多，但是跟30出头的呀差不多。让她嫁给这个半身进了土的老头，怎么可能？而且这男人年龄大了呀，身体啊都会出毛病，自己还要照顾着儿子，再照顾着他，那这日子还能过吗？听完我就觉得呀，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那都是屁话，再忍下去啊，我都能得乳腺增生。我就直接开怼啊，你是这儿不想要那儿不想要，光想着自己一毛不拔，占尽别人便宜，又想要爱情又想要物质，光想索取不想付出，你这不是找老公，你是找取款机吧？总说自己显年轻，你再年轻能比得过30出头的女人吗？人家能生你呢，发动机都漏油了吧？看你找对象那得寸进尺的要求和要彩礼理直气壮的嘴脸，我都忍不住一盆冷水泼醒你。在这个世界上呀，最不能做的就是占别人便宜。你今天占的便宜，未来的某一天呢，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加倍的还给你。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别人当傻子的同时呀，还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别人不知道。奉劝脚踏实地，先把孩子抚养好，婚姻懂得付出啊，再去索取。反正啊，我这话没说完，这女士呢就拎包就走啊，末了还说了我一句不靠谱。哎，上过电视登过报，全国人民都知道红娘轩宇最可靠，大眼睛双眼皮一看就是讲究人。今天呢，一位43岁的未婚女士跟我说她后悔了，我听完后是真的非常有感悟。她说的话呢，我分享出来与大家一起共勉。
希望未婚的伙伴们一定要听完。他说，曾经在24岁我谈过一个男朋友，两人谈了3年多，他对我非常好，他也是我现在最后悔错过的。那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只有20多平方的地下室里，每天赶地铁去上班，他发了工资都会带着我去买衣服，去吃好吃的。我们计划着攒钱买房结婚，那段日子虽然穷，但却是我过得最开心的。因为男友家是外地，而且家里条件差，在北京和我们老家那里都买不上房子，父母就坚决反对。我也觉得攒钱买房太难了，于是呢就提出了分手，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来找对象。从27岁开始，我就不停的相亲，最多的时候1个周能见2到3个，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大多数都是我看不上对方，有感觉的条件太差，这条件好的呢，要么长得太丑，要么个子太矮。我就想找一个看得过去的，起码出门不至于别人说怎么找了这么个人吧。于是呢，挑挑拣拣的，一直到了30岁，我真的开始着急了，开始发慌。那一年呢，我遇到了一名同龄的船员，年薪20多万，有车有房，都装修好了，且没有贷款，个子呢也挺高，我觉得各方面都凑合，我就开始试着和他谈恋爱，但却发现呢，他情商低，说话直，我生气了都不会吼，越谈越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人，我们没有话可说，感觉就很尴尬。我于是提出了分手。那一年呢，我妈骂我说我挑3拣4，可我也只是想找一个我喜欢的。后面2年呢，我干脆直接摆烂，因为家里催婚催得我好烦，我干脆不想结婚了，摆烂吧，活着一天算一天。直到我33岁那年，母亲重病，临走之前呢和我说最后悔的就是拦着我，没有让我和第1个对象结婚。那个小伙其实他挺喜欢的，但是因为怕我结了婚吃苦，所以拒绝了。我听完呢，心里是五味杂陈，但是为了照顾母亲的感受我就跟他说，我本来也不喜欢那个小伙。最后母亲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我开始悔恨，我已经33岁了，为什么还要去挑挑拣拣，和谁过不是过呢？之前好多物质条件也不错的，如今人家都结婚了，我却还高傲的单身着。接下来的2年，我进入到了疯狂的相亲阶段，到处请别人给我交对象，各种婚介，各种平台，我能去我都去，但是我还是没有嫁出去，因为大多数都是别人嫌弃我年龄大了，我再怎么精致打扮，依然掩盖不了眼角的细纹。还有那些不想找单亲家庭的，这是让我最受伤的，可是我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后来媒人接二连三的跟我说现在没有合适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经不想给我介绍了。接着呢，我开始找离异没有孩子的，结果长得丑的我还是不喜欢，条件差的我还是看不上，我再怎么劝自己我都做不到。最后我们这边的媒人都传开了，都不愿意给我交对象了。我开始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我错了，真的错了，希望遇到一位有感觉的就可以，我也不挑了，也不要求什么物质了。39岁那年，因为出差遇到了一位聊得来的男士，离异不带孩子，我以为爱情终于眷顾我了，却发现呢，对方有一个瘫痪多年的母亲需要照顾，我又拒绝了。直到今年我43岁了，人生过了一大半，我才知道我活的是多么的可笑。当初遇到的那些哪一个都比现在的这些男士要好。我后悔的不是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而是我曾经过分的追求感觉和物质，导致我错过了很多。我希望那些正在相亲或者大龄的未婚姑娘听我一句劝，遇到一位对你还不错的，条件也可以的，能结婚就结婚吧。世上没有那么多的缘分可以遇见，年龄对女人来说太重要了。过了30，你就会发现你遇到的男人一个不如一个，不是让你将就，而是不想让你去后悔。希望你好好珍惜年轻的这段日子，找到幸福。给大家说一个过程很尴尬，结果又很幸福的相亲经历。今天的周末大家都放假嘛，我就安排了几对相亲伙伴见面。这其中就有一位姑娘95年的在国企工作，这个个子不算高，长相甜美可爱。跟她相亲这个男士呢是94年的，在央企上班。这2人呢就约在了今天中午要见面相亲的。原本呢男士的意思是去接这个姑娘
但人家女士呢可能不想男士麻烦啊，就说自己去打车过去。中午呢，男士是早早就到了约定的餐厅，女士那边呀是原本准备打车的，但是一看吃饭的地方离自己家那么近，打车又特别浪费钱，起步呀就要小10块了，这个等公交呢又慢，于是呢他就骑着他妈妈的电动车呀去餐厅。这个电动车就是那款特别老的那一种，用了10多年了，你就能想象到这个新旧程度了。电动车骑起来就发出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走路走边上都能听得到，而且那个车闸还不太好使啊。这到了餐厅这个姑娘呀就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停车，怕被男士看见嘛，毕竟人家姑娘这个面子薄。这进去餐厅就给男士打电话，看到男士在角落里等他了，就这样两人呢就顺利的见面了。吃饭过程呢也算是比较顺利原本的男士想点4、5个菜，但是这姑娘呢就觉得有些浪费就要了2个菜1个汤，一人呢1碗面条就吃了起来。这个男士就通过这一点就对这个女士的印象特别好，两个人呢从工作聊到生活，聊到这个家常姑娘呢也是越聊越开心，男士这边也特别绅士给女士又倒水又夹菜，也是嘘寒问暖。原本呢想着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回家之后两人就慢慢发展感情嘛。老天爷他一般都不太会随你的心意。接着就发生了很尴尬的下面这一幕。这吃完饭男士说送姑娘回家，这姑娘就想着哎呀我电动车还在外面对吧，赶紧就说不用了不用了，又很好面子的就说自己叫车了这车等会儿就来。就这样呢，男士是先走，女士在店里去留意着男士走了之后就赶紧出门去找自己的电动车。饭店门口是有那种停车的这个门禁杆的有车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车出去都是要扫码交费的，在门禁杆旁边有一个这个行人可以走的通道。这个姑娘就骑着这个电动车裙子全部挽起来，坐在屁股底下伴随着这个车子嘎吱嘎吱的伴奏。刚刚骑到门禁杆的边上就听到一个男士给她打招呼，我们又见面了呀。姑娘回头就看见相亲男士在车里正在扫码付停车费，她呢赶紧把裙子给揪下来，就特别尴尬的笑笑说你还没走男士呢就说我刚才有事来。这付完钱出来之后男士就很高情商的说了一句话，顿时让这个女士是好感爆棚。男士就说哎呀你看你真聪明骑个电动车比开车快多了，还凉快。女士听完呢就很尴尬的笑了笑说对呀我家也近，骑个电动车一会儿就到了。说完呢这个姑娘就赶紧就说了个再见骑着电动车嘎吱嘎吱嘎吱的就回家了。哎呀那一路上她就觉得太尴尬太丢人了。回到家之后这个姑娘是欲哭无泪谎言被揭穿，觉得太丢人，而且骑个电动车也太跌面了。她不好意思联系男士就把这个过程跟我说了，说自己把相亲给搞砸了自己很喜欢男士，但是男士应该不喜欢她了。我听完真的是哭笑不得那我就去打电话给这男士男士人家也笑着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姑娘，不装不做作，而且很大方，知道过日子，而且呢这个人呢也很温柔至于骑电动车呢反而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男士说自己喜欢她，而且这个姑娘我追定了。听完呢我心里就觉得哎呀很甜就是不论你觉得再尴尬的事情，在有爱的人眼里都是你的可爱之处。这听着男士处处去维护这个姑娘，夸这个姑娘，真觉得这个姑娘这次是遇对人了。喜欢你的人，你的缺点在他眼里那都是优点，不喜欢你的人呢，在他的眼里只能看到他对你的厌烦和嫌弃。我跟你们说做红娘这么长时间了，我见过最多的就是后悔的人。怎么说呢？有句话叫做这个不好下一个更好，对不对？但事实是大多数都是上一个更好，很多人呢都栽跟头栽到了下一个上面去了。大约5、6年前呢，我刚做红娘不久就有一个姑娘是一名护士，个子挺高，皮肤也挺白长得反正挺漂亮的。曾经呢给她介绍一位男士，比她大了2岁，跑物流车的。这个每次两人见面男士人家都比较体贴给女士带自己包的这个水饺，包括这个包子馅饼、馒头等等什么都有。平常呢他有空就去约这个女士出来带她看电影逛街买东西。女士家里有个什么事情他都会帮忙。这个逢节假日这个男士也会开车不远几个小时的车程把她送回家。只要他发工资就会给这个姑娘买衣服。姑娘想做什么男士只要有时间都会陪着。
两人呢就这样谈了快1年啊，但最终啊，因为女方家里人的一句话，他就想分手了。那个时候呢，女方家里人呢就觉得男士的工作不太稳定啊，跑车呀，经常是2班倒嘛，不安全，赚的也不多，而且家里也是农村的，就提出啊，说是让女儿来分手，认识其他的男人。于是这个姑娘呀，就没打一声招呼，是直接删除并拉黑了这个男士。后来呢，她又相亲了3、4个，都不如啊这个男士对她好，很多呢她也没有太多的感觉。最后呢，她就听家里人啊嫁了一个这个工作也稳定、有车有房的男士，彩礼呢要了16万，两人呢就这么结了婚。她跟我说呀，这段婚姻她并不开心，因为男士啊也不喜欢她，对她呢也不是很好，彼此啊就是搭伙过日子型的。婚后呀各自忙各自的，感情啊越来越淡，基本啊都是没有话说。这不到1年呢，她就提出了离婚，退还了男方彩礼10万呢，是净身出户。离婚之后啊，她是越来越后悔啊，错过了曾经的那位男士，想来想去啊，还是以前那个男士呀对她好。这今天上午啊，他就过来找我啊，我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变化还是蛮大的啊。他呢就问我这个男士结婚了吗？我直接就跟他说呀，我说男士已经结婚了，并且人家都有个女儿，婚姻呢也挺幸福的，自己开了店做了生意啊，也不跑长途了，在城里啊也买了房子了。这姑娘听完呢就忍不住啊哭了好久。哎呀，我能说什么呀？我只是给他递过去纸巾啊，让他擦擦那后悔的眼泪。这后悔的原因是什么呀？我觉得应该是他经历啊后面那些迷茫不堪、荒诞不经的婚姻之后啊，发现没有男人像这个男士一样对他好了。其实后悔的本质啊，就是他没有遇到一个更好的人。这不是有句话说吗？自己选的路啊，你跪着他也得走完。我又不是神仙，你跟我说完后悔，我能哗的一下给你憋回去吗？我有那能耐的话，我先给自己花回去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啊是最适合做生意的了，倒腾镜子和后悔药。那镜子我就专门卖给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家里缺镜子的，这后悔药呀我就卖给那些后悔啊想吃回头草的。要是有大老板眼光好，看上我投资我呀，我有预感我能是下一个马云。越想越靠谱。一位姑娘96年的，年前给她介绍了一个92年的男士，这两人性格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热的。这加了微信啊，两人聊天啊都特别尴尬，这聊不下去啊，两人就不联系了。去年年底呢，这个男士啊因为工作调动，就去了离女士啊挺近的一个地方。这一看这么近啊，这男士就约女士出来见面之后，这感觉他就到位了。单身姑娘走一走，精神小伙抖一抖啊，两人就这么看对眼了，就这么联系起来了。那从那天见面之后啊，男士是每天啊都找他聊天，这话题啊基本都是没话找话，就聊聊工作啊、生活之类的。周末呢没事，两人啊也会出来一起吃个饭，去看看电影。这姑娘说呀，自己性格呀本身就已经比较慢热了啊，但是男士啊是比她还慢热，聊了2个多月，见面也只是吃饭看电影，从来不主动牵她的手。这个为了给男士制造机会，姑娘每次都故意去看电影，这个黑灯瞎火的嘛啊，靠得又近，走路也是故意不看路。可回啊，这个男士就是老老实实的，他又纳闷了，难不成是不喜欢自己吗？他就越寻思越不是个事儿啊，自己是个女孩子，这主动去拉男人的手，这多丢人呢。他就语言加行动啊，就暗示男士啊。可是理工男的思维啊，就是你冷了给你倒杯水，不知道给暖和手啊。这最后啊，男士呢就跟他保持距离的又聊了2个多月。这姑娘实在是开不出口啊，这上个周啊就过来找我说，她对男士啊就挺有好感的，这都4个多月了，这也没什么进展，说能谈就谈啊，不谈也不耽误时间了，怎么自己还热脸贴冷屁股了，就不讨好了呢？听完呢，我就答应这个姑娘说我去问问这个男士的意思。谁知问了人家男士呢，这个男士就说呀，那他也没有主动说喜欢我，我就以为他不喜欢我，时间还不到，我就不敢靠近呢。哎呀，听完我就觉得好无奈呀，人家姑娘不喜欢你，和你聊工作都能聊4个多月，这原本一个慢热的姑娘硬是给你逼急了。你呢去买束花约姑娘吃个饭啊，表达一下心意。接着这男士就说了一句，那还用买戒指吗？哎呀，我的内心啊，真的，要么是让相亲互相看不上的给愁死了，要么让相亲看得上不会推进关系的给急死了。买戒指干啥呀？你又不是去求婚。这男士呢后面就答应了，谁知这个事儿啊，他总不是那么如人所愿。这个周末啊，男士买了花，买了蛋糕。哎呀，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那个蛋糕的意义在哪里啊？又买了这个戒指，真的是去求婚了，问人家姑娘愿不愿意嫁给他。结果人家姑娘还真同意了。
这姑娘就说呀，这个男朋友啊虽然慢热，但是还挺可爱的，就是越看越讨喜的那种。这个人呢也踏实，工作啊也比较努力，这个结婚就结婚吧。说着呢，这两人就约好了这个5·1啊回家见见父母。你看这个。最后想说呀，男士们单身在外呀，缺少关爱，少喝点酒，多吃点菜，遇到姑娘能爱就爱，勇敢争取，别怕失败。这5·1啊放假这一天呢，我原本定了要去参加有3场婚礼，结果这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硬是能给你撬开。昨天退了1场不结了，今天又退了1场，哎呀，我那个心呢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昨天呢，这个一下午都是在沟通这个事情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评评理，这段婚姻到底还能不能啊继续下去？这男女双方今年都是28岁，都在这个事业单位上班，也算是门当户对。这去年国庆节的时候通过相亲认识了，过了年呢就见了父母，这3月份呢俩人就订婚领了结婚证，也就是从相亲到领证呢，也就是半年的时间。这婚礼呢原本就定在了5·1当天。这1周之前呀，这个新娘的闺蜜啊出了个馊主意，哎呀，就烦这闺蜜，说一起啊出去嗨一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结婚了就不那么自由了。这新娘呢也同意了，这闺蜜啊就跟新娘说啊，你看你马上嫁人了啊，对吧？如果过去你有放不下的事情啊，或者是人呢，咱们就好好去告个别。哎，就这样，两人呢是各自约了各自的前男友出来玩了一天，用来告别过去。这2个前男友啊也是不嫌事儿大，不知脑子进了水，还是抱有其他想法来的。这上周六啊，4人呢就白天啊去玩这个游乐场，晚上啊就去蹦迪。这经过1天的这个友情撮合呀，感情是迅速升温。闺蜜跟前男友啊当晚就和好了，而这个新娘呢还是有点底线的，让前男友啊把她送回家。这折腾了1天啊，到家晚上都已经11点多了。两人就在这个车里啊，就这么聊天告别，愣是聊到了1点多呀。哎，我就纳闷了，这是聊水浒传吗？聊不完吗？依依不舍分开之后啊，新娘啊就开始陆续啊准备婚礼了，因为马上结婚了嘛。周一的时候，这个新郎去找新娘去聊一聊婚礼上面那些事儿的时候啊，无意之间看到了女方的手机，就看到了她跟这个闺蜜还有前男友的聊天记录。当时男方啊特别生气，但是忍住啊，全当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想啊去这个问问这个新娘啊，看看她是怎么说的。结果呢，他去问这个新娘啊，周末去哪了。其实这个男方心里啊，本意还是抱希望，如果女方能够坦诚说的话，他会考虑原谅。结果呢，女方却说啊，自己在家里睡觉。男方接着就把手机给扔出来啊，问他去哪里了。女方一看呢，就赶快解释说呀，只是出去放松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完呢，这个男方啊摔门就走了。当天下午呢，男方是打电话给女方的父母啊，说这婚呢不结了，根本就结不了。第二天呢，女方一家呢还有闺蜜啊一起来了。这闺蜜这时候也是仗义啊，全部承担下来，说都是自己约的，和女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男方呢说什么也不结婚了，饭店的损失呢由他来承担，要求女方是退还彩礼和5金，两人呢去办理离婚手续。这事后第3天，就是昨天。这个通知我说不结婚了，我就赶紧过去了呀。到了之后呢，这个男女双方啊已经是沟通的差不多了，就是要退婚。女方跟我说呀，她只是出去玩了1天啊，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这个事情。她跟男方呢都领证结婚了，这个莫名就变成了2婚呢，她向家里人呢也没办法交代。然后双方呢又是沟通了1下午，最后男方还是要决定离婚，说原谅不了。哎。当你选择要结婚的时候啊，就意味着选择了家庭和责任。如果还没收心，还想继续玩，对之前的感情藕断丝连，那就不要走进婚姻，对他不公平。至今呢，还记得马伊琍说的那句话：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如果是你，这婚你还结吗？